我们的分区呢，采用的是一个前后的上下分区。那需要注意的地方是，我们耳朵以上一定要留2指或者到3指。如果我们的客户头型比较宽，那侧面的位置呢要留3指。如果我们客户的头比较小呢，可能我们2指就够了。那后面呢，它是一个圆弧形的分区，整个分区的比例是什么呢？就是上面是3份，下面是2份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在下面剪去除的时候呢，它不会显得这个头发过于的中性。下半部分呢，我们选择90度提拉，长度呢大概是3到4公分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我们头往下低的情况下，我们的角度呢要略微的提高。第2片呢，我们选择一个斜向前的分线。在下半区呢，我选择的技术呢是一个3角的去除，往后靠1片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我们这个位置呢选择直角的切口哈。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位置剪这个头发呢，我们的手啊容易剪成一个反曲线的切口。那这样呢，我们的底线会落得特别长。当我们的底线落得特别长以后呢，我们再去切底线的时候，会容易得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头发的这个位置啊，它会特别的容易厚重。颈侧点以内呢，我们都是要往后靠1片。当我们慢慢剪到颈侧点的这个位置呢，我们就要注意。好，现在呢已经是我们颈侧点以外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的角度呢要跟随我们的划分线，就是要越来越高的一个角度。同时呢，我们要往后靠，靠到哪里呢？靠到我们颈侧点的位置。所以在这个位置呢，因为发际线慢慢的会变高，所以在这个位置呢，我们要略微的滑 C， 然后再提到90度，定到我们颈侧点的位置。直角的切口，直接剪。那这样剪完的结果就是什么呢？我们的侧面啊，它不会特别的短。当我们耳后点这一片呢，角度再抬高，剪1半，注意啊。然后呢，下一片我们滑 C 往后靠，靠到我们颈侧点的位置。那这样我们就可以了。剪到我们耳后点的位置，我们就不要再一片一片的提拉，这样的话效率会比较快。我们呢一片式的往上抬。全部往后抬，顺着我们的分缝线微微的向后，以后区的长度为引导，剪平。剪完了以后呢，我们在这个位置再原位向上，原位向上，再把这个角呢我们去掉。那这样呢，这里的重量就会被我们拿走，同时因为我们向上带，这里的长度呢容易会被保留。剪到另外一侧的时候呢，我们以这个另外一侧的长度为引导，然后呢，我们先定一个长度，这样呢，防止我们的这个侧面呢剪缺，同时让我们的头位呢微微的向另外一边侧，也是一样的，人选择斜向前去分区。注意啊，剪我们反手的这边呢，我们要尽可能的人站在我们颈侧点以外，然后呢，梳子一定要从后往前梳，那这样呢，我们的这个反手的这边啊就不会重。很多时候呢，我们在剪反手的时候，不是重了就是长了。那这样呢，这样的一个裁剪方式呢，你会得到它两边都是非常均匀的一个发量，慢慢的过来。好，已经到我们颈侧点以外了，那我们呢角度要提高，同时呢我们要下半部分呢往后靠，靠在哪个位置呢？靠到我们颈侧点的位置。用这样的技术可以得到什么好处呢？就是既可以保留我们头发一定的长度，也可以呢把我们头发的发量去拿掉。那这样呢，我们的头发烫完以后，它就不会特别的臃肿。在做短发烫发的时候呢，我们要尽可能的去保证我们的剪头发的结构要尽可能的瘦，尽可能的小。那这样呢，我们再去做烫发的时候，你的头发它的横向比呢会特别的合适，不会过于宽。剪到耳后点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暂停，全部向上，以后区的长度为引导，随着你的分缝线的摆位，手呢去放好，微微向后剪掉。
剪完了以后呢，我们这个位置会特别长，所以呢，我们在这里要原位向上，尽可能的靠近我们的头皮，把这个头发的发量拿掉。那这样放下来呢，它这里呢就会收得特别的紧。全部剪完以后呢，我们选择一把削刀，然后呢把底线去设定一下。当然了，你要保留这个穗尾呢，也不是不可以哈。这个呢要根据我们的客户不同的需求以及它的素材去决定。那在这个位置呢，我是不太需要保留的，所以呢我用削刀把它拿掉，这样呢可以得到一个非常柔和的结果。我们剪完下半区呢，我们直接选择一把10%的牙剪，然后呢，在这个位置呢分垂直分线，然后呢我们打发中，打完发中以后呢，我们再来发尾，发尾呢要打2下。直接剪好，我们就选择牙剪呢，它可以提高我们工作的效率啊。如果我们在现场服务客户的时候，你的这个客户的头发还很多，那建议各位呢在发根贴根打一下，发中打一下，然后呢发尾再打一下。因为我通过这样的裁剪以及选择这样的技术，那我们的模特的发量其实已经被拿掉了很多了，所以呢我就选择在我们的发中和发尾去做。边缘线的这个位置呢，我们要尽可能的去保留，以免我们打了以后呢，它会飞起来，就会被我们打空掉。边缘线以外呢，我们选择斜向后打发中的位置，一定要在我们的肉眼上看上去呢，这个头发要被打到微微的可以看到皮肤为止。好，再用刀头贴近我们的发尾去柔和一下。虽然我们选择用削刀已经得到一个非常柔和的结果了，但是呢，其实我们吹干了以后，这个度还是不够的。都看得到很均匀了，还有微微的看到皮肤了，那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了。好，另外一侧呢，我们也一样啊。打发中的目的呢是去掉它的亮感，打发尾的目的呢是增加我们头发呢刚才用平剪的那个柔和，增加它的柔和度。那你可能会想，为什么我们不一开始就用点剪呢？对吧？那如果一开始我们在剪去除的时候用点剪呢，就是这个头发呢它会剪得比较慢，所以呢我们选择一个去除的平剪，快速去得到这个结果。最后呢我们再通过用牙剪的方式把它的柔和度拿起来，那这样呢我们在现场呢它会足够的高效。好，另外一侧边缘线也是保留着啊，这个位置尽可能我们吹干了以后再去做，湿发的时候不要去做。好，打发中的位置，好，再来到我们发尾的位置。转角的位置呢它会比较厚，所以呢我们选择贴根去打薄。好，最后呢再用牙剪把我们的发尾呢去柔和一下，微微的看到皮肤，两边的亮感得到统一。那这样呢就差不多了。上半部分呢我们分2层，这一层呢直接分到我们的黄金点的位置，一直分一条斜线斜到另外一侧。上面的层次呢我们选择一个45度的圆形层次，我们从前开始往后剪，那这样会得到一个收紧我们后头部的一个效果。先定一个引导线，把我们最侧面的这一撮头发呢，我们先找到它，然后呢自然垂落。自然垂落呢，我们剪到耳垂的位置，剪到耳垂的位置。那这个长度至于定在哪里呢？其实我们是要根据客户决定的。本身我们这个头发是要去做烫发的，如果你在这个位置剪得特别短，那一烫呢，它可能就会缩上去。那这样呢，我们整个后头部的比例以及风格会发生变化。所以你们在剪这个长度的时候，尽可能我们要去思考一下这个长度，你点到这个位置，你要烫大概什么样的卷？那我整个后区呢，我大概就是烫一个 C 型，所以呢，我们剪比我原有的比例稍微的长一点点，1公分左右就可以了。好，定好我们的长度以后呢，我们选择斜向后往前带45度去提拉，超过我们的侧中线，然后呢，我们选择点剪。点剪呢会得到一个非常柔和的结果。发片呢2靠1 3靠2 4靠3，就是往前靠一片就可以了。
一定要注意我们的切口呢，要慢慢的往里面去收。你的手劲可能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。这样的话，我们的后面就会越来越长，越来越长，越来越长。好，以此类推。剪这种头发呢，我们尽可能呢不要去施加头发的张力哈。如果我们的张力带的特别大，那我们剪完以后呢，这个头发它就会特别的死板。所以大家从镜头里面呢可以看到，我拉手的这个力度其实是非常非常轻的，我们模特应该都没有什么感觉啊。好，一直呢剪到我们的另外一侧啊。一样的往后靠一片，同时呢，各位也可以从镜头看到我的点剪是比较大的、比较深的。那这样呢，我们的头发呢可以得到一个非常柔和的结果。好，剪到另外一侧呢，其实就变成了一个三角堆积了，是不是啊？同样的，我们呢也是一样，往后靠一片，45度提拉，然后呢，我们直接把这一侧剪完。很多时候呢，我们在剪圆形堆积的时候，有没有发现啊，两边会剪得不对称，两边呢会剪得不均匀。那大家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出现，那就可以选择我这样的技术和我这样的方法去裁剪哈，它能够快速的帮你，两边剪得非常的对称。注意啊，因为我们的角度拉得比较低，所以尽可能的大家的点剪要深哈。好，那这样呢，剪完了以后呢，我们这边呢会微微的长一点点。那这边呢，它是一个圆形的堆积层次。那一会儿呢，我从这个位置再把这里一收，那收两片，这里就会变成一个很好的圆形堆积。那这个方法呢，既可以很高效，又可以很对称。另外一侧我们先不管啊。剪到头顶的时候呢，我们就随头型去分份，也是一样的，从前往后剪，提拉到水平的位置啊，平行我们的头皮，垂直我的地面。然后呢，大家注意看，保证这个切口是圆的。那这样的目的是连同去角一起完成。那这样呢，我们的顶区会轻一点点，它不会有重量线呀这些存在。好，也是一样的，往前靠一片，因为我们整个上半部分呢，其实就是一个圆形的堆积层次。用挑剪的方式，呢，我们这个头发呢，它不会很硬哈。同时呢，在我们顶区的时候，大家可以从镜头看到，我的发片已经慢慢的变厚了，因为我们整个顶区呢，其实是不太需要有精致度的。我们要剪得随意，要剪得自然，要剪得柔和。在我们的下半区呢，我们的精致度啊就要加强了。好，同样呢，这一侧也是一样，往另外一侧靠，往后靠一片，看啊，然后呢，剪一个圆形的切口，先不用管它哈，往后靠一片，然后呢，我们先定一个长度。好，那这样剪完了以后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啊，它一点硬线都没有，它是一个非常柔和的结果，只是这边还会有点长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再来收另外一侧，同样的找到我们黄金点的位置，斜向后去分区。我们刚才这个位置的长度设定呢是在耳垂的位置，那我们这一侧呢也是长度设定到耳垂的位置，不要怕。设定完了以后呢，我们以这个长度为引导，选择45度的提拉，点剪，角度呢要微微的提起来一点点，因为反手剪圆呢，它会比较硬，所以我们的角度呢要逐渐提高一点点，要找到每个头发跟发片的45度，不是找垂直地面的45度哈，这一点希望大家去注意。好，慢慢的再来。好，我们人不动的情况之下呢，我们的这个凳子一定要去走动哈，就尽可能我们不要在一个位置去剪圆。如果我们在一个位置去剪圆呢，会得到一个结果，就是这个头发可能会有点偏方，或者是有点偏三角哈。好，一般剪到这个位置了，剪到转角的位置呢，我们就已经没有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的两边的头发就已经剪好了，很对称，很柔和，很安全，很高效。头顶呢，我们也是往前带，以下半部分的长度为引导，我们呢把它挑掉，保证上下的切口是圆的。
好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的后半区就已经结束了。前半部分的头发呢，我们就分2层就可以了。但是需要注意的是，这个位置呢，一定要微微的斜线哈，一定不要分成这个样子的啊，不要分成这样子的。好，当我们分好区以后呢，我们先来设定前区刘海的长度。前区刘海的长度呢，我们设定到鼻中的位置。好，到我们鼻中的位置。因为设定到鼻中以后呢，我们再烫一下，刚好在眉毛的位置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头发呢，它会比较漂亮，同时也会比较好拍摄哈。当我们设定好长度以后呢，我们以前面的这个刘海的长度为引导，选择一把削刀，慢慢的我们去削掉它，削一个边缘层次，慢慢的往前带，自然垂落，还是一样的削。当我们如果你的客户脸型比较大的时候呢，在这个位置你们可以往前带，然后呢再削一个稍微就是前面这个位置长一点点的那种类弧形哈。本身我们的模特的脸型呢它比较小，所以在这个位置呢我们建立一个外弧形。好，我们注意看啊，我们耳朵这个位置的长度呢一定要跟我们的底线去接近。在这里呢，尽可能不要选择剪刀哈。如果是选择剪刀的话，这个头发这个位置啊，它会比较硬。得到这个结果就可以了。前面的长度到我们鼻中，侧面的长度跟我们的底线去接近。上半部分的也一样，自然垂落，你不需要提拉角度。然后呢，我们以下区的长度为引导，也是一样，用削刀去削掉它。我们这个头发前区的裁剪呢，是先定一个轮廓，然后呢，我们再来提层次。好，那这样呢，我们整个侧面的头发就已经剪好了。也是一样的，上下分区，这个厚度呢没关系哈，就是我们随便分多厚都是 OK 的，没有问题。只要我们把前面的长度跟我们的侧面的长度剪好，那就可以了。好，前半部分的长度也是一样，我们定到鼻中的位置，然后呢，微微的向前带，低角度哈，然后慢慢的去削。模特的脸型比较小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打开呢，它会比较漂亮。好，来到我们侧面的这个头发了。来到侧面的时候呢，尽可能跟我们的底线呢去接近啊。好，跟我们的底线呢一样长，一样的自然垂落，微微的向前带，削掉。好，这时候呢，我们要梳过去检查一下，梳往后，然后呢，我们检查一下，看一下这个鬓角有没有是一样的。好，那得到这个结果就可以了。上半部分跟我们另外一侧一样，大家可以看到，这是一个角度极其低的层次。如果我们用剪刀，它会剪出来会特别的厚实。所以，如果我们在这个位置一定要选择剪刀的话，大家的点剪一定要足够的大哈。好，那这样呢，我们的两侧的轮廓就已经设定好了。当我们前半部分的轮廓设定好以后呢，我们来建立顶区的层次。头发呢横向去分区，以我们后区的长度为引导，然后呢选择点剪，可以微微的向后带一点。往后带了以后呢，我们再微微的向前带，带到哪里呢？带到我们顶点中心点的基准点的位置，然后呢再把这个尖角微微的把它磨掉。定点放色去分区。发片呢，尽可能不要往另外一侧靠，原位啊，原位向后。那一般呢，也只有第一片会剪得比较多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再提拉到基准点的位置，把这个尖角呢拿掉，像切西瓜一样的方式，慢慢的去切。那这样呢，我们的顶区的层次，最顶上的层次呢，它容易被保留长度。同时呢，我们通过往前带去一个角呢，这样的话，我们的刘海的地方啊，它会比较轻柔，它不会显得很厚实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已经到我们耳朵的这个位置了，也是以我们顶上的这个长度为引导，以头顶的这个长度为引导。然后呢，我们把多余的长的，我们都把它拿掉，尽可能的要跟随我们的头型降下来。好，头再侧一点，对。
这样的话，你剪完了底线呢，它不会特别厚实哈。如果我们的手是抬高的状态，那你再去剪的时候，这个地方啊，它会比较厚，底线会比较厚。那这样呢，我们后区就要打薄的非常多。你打薄的越多呢，就是还原度会比较低哈。一样的方式。剪完的时候呢，我们可能会遇到有些同学呢，他是连接的，有些同学呢，他是不连接的。那有一点点微弱的不连接，或者是连接都是没有问题。最后呢，我们再斜向前，然后呢反手用交叉剪裁的方式，然后呢我们点剪，去把这个切口呢我们再过渡一下，让我们的头发呢再柔和。好。剪完了以后呢，我们在头顶的这个位置一定要得到一个结果，就是一定要看得到它是一个前短后长的，慢慢的这样斜过来的面就可以了。我们另外一侧也一样啊，先往后带，做连接，然后呢，我们再抬到基准点的位置，再把这个结呢去掉一点点。那这样呢，我们的刘海落下来的时候呢，它不会产生特别厚重的面。尽可能呢，我们站在一个面去剪头发哈，不要来回的晃动，特别是在剪顶上的时候。如果我们一下站那边，一下站这边来剪头发的话，你的头发呢，它切口稳定性会比较弱，那也就意味着什么？我们的两边的对称度会大大的降低。好，只有剪到我们侧部点以下的时候呢，我们再站到这一侧来剪。这个时候呢，以我们上区的长度为引导，然后呢选择挑剪的方式，手呢要慢慢的跟下来，不要再抬上去了啊！抬上去我们的下半部分会被放长，那我们的下半部分就会特别的重。往前靠一片，随着头型去走。好，剪完了以后呢，我们在这个位置斜向前做交叉的剪裁，顺带呢把我们的这个切口呢去磨合、去磨柔就可以了。这个时候呢，注意啊，点剪要比较深。我们能够用结构做柔的，就用结构，不要用修饰。如果我们过于依靠修饰，那我们的短发烫出来呢，质感会比较偏弱啊。那我们的结构呢就已经完成了啊，大家可以看得到，它是一个圆形的饽饽，也是在生活中比较常见的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现在开始修饰。我们修饰的时候呢，也是选择一个前后的分区。那需要注意的是呢，我们在这个位置下半区刚才已经用牙剪打过了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不要再碰。从你去除层次以上，我们要分2个手指哈，2个手指的这个宽度，从这个位置慢慢的分一层发片下来。我们都知道剪去除和堆积的时候，我们再去做烫发的时候呢，这个位置啊，它会过渡的不是很自然。那为什么会过渡的不自然呢？原因之一就是第一个，这个位置呢，它太过于的重了，层次突然间低了。然后呢，这里又是一个去除层次，一个轻的层次加一个很重的层次，突然间它的过渡它就是不是很自然。所以在这个位置呢，我们要分2个手指的这个宽度，然后呢，我们选择分薄薄的发片啊，薄薄的发片。然后呢，我们通过高角度去提拉，选择10%的牙剪啊，贴根打。打完了以后呢，在我们发中的地方再打一下。一定发片要分得特别的薄。那这样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去弱化我们突然间堆积的地方，让它不要突然间的很厚实。通过这样的方式呢，我们就会得到不连接的这个过渡啊，这个位置它会特别的柔，看到啦？它会特别的柔和。那这样呢，我们再去做烫发的时候，它就不会突然间很臃肿哈。发根打一下，然后呢，发中再打一下，然后再到发尾可以再打一下哈。那至于呢，其他的我们还是要根据这个头发的素材去决定。如果你的客户本身的这个素材啊，它就很少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你们可以打发中。因为我们的模特今天这个素材其实头发还是比较多的。好，一样的方式，然后呢，发尾再打一下，一定要垂直分区，尽可能的张力带紧，因为张力带紧了以后呢，我们这个位置的头发呀，它就会真正的贴到发根去打，它就不会有太多的那种短桩哈。选择10%的牙剪去做这个步骤，大家不用担心。
选择10%的牙剪呢，贴跟打大家可以完全放心，它不会有那种很多乱起来的那种小断节啊，一定要特别注意剪刀，你们千万不要用男士的牙剪。如果我们用男士的牙剪去做这一步，其实还是比较可怕的啊。一直剪到哪里呢？剪到我们转角的位置就可以了。好。这一步做完了以后，我们一定要左右的反复去梳，然后你们去检查一下这个头发，一定要上下感觉这个头发都融在一起了，看不出来它是去除和堆积，那得到这个结果就 OK 了。上一层呢，我们一样的分区到黄金点的位置，在这里呢，我们可以看到了，这是一个堆积，我们在堆积的地方要保留，但是呢，我们要增加柔和度，然后两边呢，我们要微微的去收紧它，让它的头型呢不要过于的太宽。选择斜向前分缝，往后去打一个堆积的切口。注意啊，这个时候我们下半部分的头发你就不要再打了。如果下半部分你提起来你再打，那这个时候呢，这个位置会特别的碎。你碎了以后呢，你烫完了以后它就会特别的毛躁。好，选择打我们发尾的1/3，打一个堆积的切口，从深慢慢的到我们的浅。用刀头去打，不要这样去打。如果我们这样去打，这个断节啊，它会特别的多，你的头发也会容易毛躁。全部向后带，向后带打完以后呢，我们的头发呢，它会自己的抠进去。一样的方式，这边也一样，往后靠一片，从深的地方慢慢的再打。如果我们的客户啊，这个头型还要再宽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在转角的两侧，我们选择一个发根的去除层次，打一个去除，去结合什么呢？去结合一个堆积。那这样呢，我们两边的头型也会收得很紧啊。有时候打薄呢，就是我们的眼睛很重要，眼睛很重要，同时呢，就是我们的审美也会尤为关键啊。那这一层打到什么目的为止呢？就是梳下来以后看不到那种硬的痕迹，那我们这一层就已经结束了。来到我们的上半部分，高角度提拉，发尾的1/3处去挑，挑掉它。这一层呢是保留质感的区域，尽可能你们不要打到真正的发尾，也不要打到发根或者是发中太多。如果我们打到发尾了，打到这个发尾了，你们烫完以后这个头发容易翘。如果我们打到发根了，那这个头发呢就是质感会丢失，那你的头发就没有还原度了啊。所以整个头顶呢，我们的打薄都是发尾的1/3处就可以了。来到我们的侧面，侧面呢分上下的2层，然后呢分到我们转角的位置就可以了啊。侧面跟顶上的转角，我们一片式的往后带，梳到后半部分的90度。然后呢，我们从高的地方，从深的地方打一个去除，打一刀，打一刀，打一个斜的去除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提拉到45度，再到发尾的1/3处再去打一下。这时候呢，我们的发片呢再往前去带，然后呢把发尾都柔和一下。在我们的侧面尽可能不要有太多的，就是分的片数太薄的去打薄，要不然的话你的切口又会特别多哈。一般呢就一片发片，3刀我们几乎就已经可以完成了。好，前顶半部分也一样啊，注意啊，刘海的地方我们不要去打薄，这个地方尽可能保留厚实一点。在顶区的位置呢，我们1/3处去挑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这一侧也一样，全部往后带，90度提拉，从高的地方往下打。这样呢，我们耳朵部分的这个位置会被打得特别多。这样的话，它就不会有特别的臃肿感。一般呢，短发就是耳朵转角的这个位置会比较多哈。分长方形的片状发片，挑着去剪，尽可能要有间隔哈。好，刘海的地方保留住，因为刘海的地方，如果我们一打薄了以后呢，你一烫这个位置它很容易翘。因为我们烫这种头发呢，就是最容易翘的就是刘海，还有就是这个转角的位置，所以我们尽可能保留厚一点，我们去烫，烫完了以后我们再来处理，那这样呢，你会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。
那这样呢，我们整个头发呢就已经修饰完了哈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现在呢，我们看到的就是底线还会有一点点厚，底线有一点点长。一会儿呢，我们把这个底线拿掉一点点就可以了。那在烫之前呢，我们还有一个步骤必须要做，要不然的话，烫完以后这个头发这两边还是会很宽，头顶呢也会起不来哈。注意看啊，我们在这个位置找到正头顶跟我们侧面的位置，看啊，侧面的位置。这个夹角，这个夹角呢，一般都是头型最宽的位置，我们呢把它分出来，分一个垂直面，然后呢，我们在这个位置把边缘的刘海的地方的这个位置的头发我们不动，在这里呢取一个垂直的发片，高角度向上带。以这个短的为引导，把这个长的尖角我们把它去挑掉。虽然剪的比较少，可是落下来呢，它的层次差会比较大。那这样的方式是什么呢？可以得到什么结果呢？我们是用结构去把这个位置的量感呢和体积，我们再去把它拿掉和收掉。要不然的话，我们这里会特别的实。如果我们选择用牙剪去做呢，前面又会特别的碎，所以我们就用结构。我们在剪的时候呢，剪一片留一片，剪一片留一片。那这样呢，我们就已经结束了。分到我们的上转角，剪到我们的后转角，不要再往后延伸了。如果你再往后剪，那这个位置呢容易平掉哈，头发的弧度容易出不来。我们在现场呢，也是可以根据我们客户的这个头型的宽度哈，去分到他整个头最宽的位置就可以了。因为有些人的头发呢，它的宽度其实不太一样。一定要注意的是，我们这个位置的分区啊，不可能分得特别厚哈。如果你分得特别厚，那在这个位置呢，你剪掉以后，它就会破坏我们的结构。我们的目的是，我们做完这一步，我们的发型还得是这种感觉哈。所以我们的分发片呢，一定要足够的薄。剪一片留一片，剪一片留一片，剪到我们的后转角的位置就够了。好，那这样呢，我们的两侧就已经完成。来到我们头顶的位置，头顶的位置呢，我们找到自然分路的地方啊，去抖散一下，找到它自然分路的地方。好，那大概呢就是这个位置。分一个长方形的发片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它是比较长的，然后呢大概有1公分左右，一定不要分得太厚了。我们宁可以分薄，都一定不要分厚。好，我们的头抬起来啊，然后呢这片分了以后呢，我们在这个位置大概剪掉1到2公分哈。那具体剪掉多少要看你们头发哦。比如说，如果你们的头发比较软，那你们可以就是剪多一点点。如果头发比较硬呢，我们要少剪一点。剪掉以后呢，我们选择用10%的牙剪贴根去打一下，贴根去打一下，贴根去打一下。好，打完了以后呢，我们在发中的地方再打一下，然后呢再到发尾的地方我们再去打一下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整个剪完了以后呢，头顶呢它会自己松动起来。大家可以从镜头里面看得到这个区别哈。很多时候我们的头顶啊烫不起来的原因是，第一个太长了，就是层次太低太长了，它很重，所以你的头顶起不来。第二个呢是太重了，所以我们把长度拿掉，把重量拿掉，那这个位置呢它会自己的起来。它起来了以后呢，我们在边缘的地方融入一点点弧度，那你会发现这个头发它就不会成圆形，它会成一个菱形，就会得到一个很好看的结构。好，那这块头发的修饰和结构我们就已经完成，接下来我们开始排杠。今天我们会选择冷烫杠的2号杠子，再加我们冷烫杠的1号杠子，再加我们冷烫号的3号杠子。这个是3号杠子，再加一点，我们可能还要有4号杠子来烫这些小鬓角啊，就要用大小的杠子，然后呢去不同的排杠，去烫不同的圈数，而得到一个 C 型。这样的话，我们的头发呢才会得到一个非常好看的菱形。我们的药水呢也会选择冷烫的药水哈，药水呢我们是膏状的，其实只要你是膏状的冷烫药水，用什么样的品牌都不重要。好，我们接下来正式开始。我们可以从视频中可以看到，前面呢它是一个比较圆形的轮廓。在烫这种头发呢，我们最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？就是烫完以后，整个前面它像一个锅盖，这里也很鼓，然后呢这里也会鼓，然后整个头呢它会特别的圆。所以在这个位置呢，我们要去规避掉这个问题，不要让它再发生。首先呢，我们从头顶刘海的位置开始分区，找到你头顶最高的位置，再到我们中心点的位置，然后呢找到它的基准点，我们分一个小小的三角形。
度呢是在我们瞳孔的位置，到我们的瞳孔的位置啊，一定要看得到，在他的眼睛珠珠以内。当我们的这个区域如果分得太宽了以后，我们在这里呢再做一个饱满向内卷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你看这个落下来是不是这里会特别的宽？本身发型就已经轮廓剪得很宽，如果我们在烫的时候再烫得很宽，那这个发型呢烫出来它不会那么漂亮哈。所以我们的宽度一定要在瞳孔以内，高度呢要分在我们基准点的位置就可以了。我们的药水呢上离我们的发根呢大概有3公分左右哈。膏状的药水呢尽可能我们多放一点点，这样呢它不容易被稀释。好，然后呢我们要把下半部分这个位置呢要烫拱起来，所以呢我们要用梳子，然后呢慢慢的去梳到我们发根的位置。下半部分的发根一定要有药水，但是注意不是放在头皮上。上半部分的地方我们一定不要碰到药水，要不然上半部分的地方会被你第一个有压痕，第二个呢这个自然的蓬松度会被你丢失。好，水平向上30度，我们选择冷烫杠的2号杠子，向内卷。这里呢，我要得到一个 C 型的效果，所以呢，我们在这里卷1圈半，卷到我们的发根。那这时候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头顶呢并没有药水，所以这个位置呢它不会起压痕。从我们的侧面去看，你一定要看得到这个杠子，把你的发根啊都顶起来，不要看到它是平的或者有压杠的行为。在我们头顶的这个位置呢，我们的分区要特别的注重。我们头顶的分区呢，我们要分成一个杠子1半的宽度就可以了。我们在分的时候一定要尽可能的细心一点点，我们用杠子呢去比一下，一定要分这个杠子1半就可以了，不要分得太宽。分长方形的发片呢，目的是让我们的头发呢尽可能的得到一个烫完了以后它像4处散落的一个动感哈。在我们头顶呢，我们也是烫1圈半，不需要烫到我的发根，因为我的发根呢已经被我剪得已经很蓬松了。好，垂直中间的角度选择冷烫杠的2号杠。然后呢，我们向后卷，好，1圈半，然后呢，我们再卷到发根，好，尽可能呢，我们一定要做到卷一个杠子呢，擦一下手，让我们的手上呢不要有多余的药水，要不然的话，你手上有药水就会碰到别的地方，那别的地方呢就会曲卷。来到我们侧面的位置，那这个位置我们也要做一个收紧的动作，那这个位置呢，我们也要做一个收紧的动作，所以尽可能呢，我们把一片发片放在一起，用一个杠子去完成。如果在这里我们增加一个，在这里我们再增加一个，那这个头发的体积也会容易变大。所以呢，我们延伸后头部分的这个杠子，垂直分区往下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个头发呢是一个前短后长的头发，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的分区一定要前低后高。分到哪里呢？分到我们退化点的位置就可以了。往前梳，角度压低。这个位置呢，我们是高角度卷的，所以这个位置我们一定要低角度卷。如果这个位置我们的角度还要再抬高，那你会发现一个问题，这里烫完了以后，这里是不是又鼓起来了？那这里就做不到收紧的动作。所以我们要注意角度，尽可能的让它贴到我们客户的皮肤上去。然后我们提拉的这个方向，你一定要超过你的这个发际线，也就是你可以提到它眉峰的位置，就是我们客户眉峰的位置。这个地方我们烫了1圈半，那这个地方我们就烫1圈就可以了。一定要记住，我们烫多少放多少的药水哈，不要放多。当我们的药水如果放超了以后，你的圈数也会超。如果你的圈数超了，那这个头发这样的抬杠就已经丢失了意义了。那要不然呢，我们还不如一个标准杠来得更加直接。手45度的斜度，选择我们的小2号的杠子，然后呢发尾向后向下，然后呢我们往后去选择反卷，卷上去。我们呢药水上1圈，卷1圈半，那这样呢这个位置不会有过多的压痕。我们从正面去看得到，一定要你的这个头发呢，一定要它是一个直立的哈，不要看到这个杠子是平的。如果我们看到这样的都是不对的。好，另外一侧呢我们也一样哈，延伸这条线直接去分区，然后呢分一个后高前低的，分到哪里呢？分到我们退化点的位置就可以了。这里呢我们把它夹在耳朵的后面，低角度向前去压低，提拉到我们眉峰的这个位置，手摆斜，手不要放平。药水呢，我们上在1圈的位置，尽可能的少用梳子去梳，用手呢把它去抹匀。好，我们可以放烫发子的时候呢，把它拿起来，但是我们放完烫发子以后，一定要尽可能的再压低。那这个地方为什么我们要选择小号杠呢？是因为我们在这里选择了一个反卷，反卷呢其实是不太容易出卷的。如果我们在这个位置，你又要反卷，然后呢你又用大号的杠子，那这个位置烫出来它是直的，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重哈。好，那这样呢，我们的前半部分的2个刘海、副刘海，我们也就已经卷完了。来到我们的鬓角。我们鬓角的这个位置呢，我们其实要的效果也就是一个弧贴的，然后呢，它发尾是向前勾的一个效果，所以呢，我们也是延伸我们后半区的这条线，然后呢，整个头发往后去带。那我们烫一个 C 呢，当然是就是卷1圈半就可以了。所以我们的药水呢，上的这个位置啊，你不需要上到这，也不需要上到这，你只需要上到就是整个耳朵最高点的位置就可以了。好，一定要特别注意的是，我们在这个位置角度一定不要抬高。往后带，因为往后带呢，这个头发越往前勾的就会很漂亮。
所以呢，我们在这里呢往后带到哪里呢？看到耳垂，就是本身我们卷的这个杠子呢，你要看到耳垂。然后呢，我们这个提拉的角度呢，你要靠到耳背。然后这个手的斜度呢，要有耳朵这样的轮廓线一样斜哈。然后呢，我们竖着入卷，发尾一样的向下，看到啊，向下。然后我们卷上去，然后我们要去数圈数了，注意，好，这时候是1圈，1圈半结束。用什么样的杠子其实本身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要去这个位置卷1圈半就可以了哈。比如说你们今天可能会扭得比较长，也可能会比较短。当我们扭得比较长的时候，那我们要选择大连杠子；当我们剪得比较短的时候，我们要选择换小的杠子就可以了。另外一侧呢，我们也是一样的哈。抬起来放烫发子，然后呢，放完烫发子以后，我们的手记得回位，然后呢，这个手的斜度呢，跟你这个耳朵的轮廓一样斜，往后看到耳垂，往下靠到耳背，就是你手一定要靠在你的耳背上。然后呢，我们的发尾一定要向下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发尾一定要向下，发尾向前向下。那这样呢，你们烫出来以后就不会翘。很多时候我们用这样的方法烫完不要翘，就是因为你的发尾往上了。第二个是我们在卷的时候，你的手不是斜的，是平的。那只要你记住这2点，那几乎烫完这个位置不会有太多的问题。好，来到我们的整个后区了。整个后区呢，第一个这个头发呢非常的多，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个位置如果选择小号杠，那会出现一个问题，就是你的卷会叠加，那这样的话整个后头部它就会很大的。所以在这个位置呢，我们的杠子选择呢应该要比我们的前区要大1号杠啊，选择我们的1号杠。同时呢，在我们顶区的这个分区呢，大家也要注重一下，也是分1个杠子1半的这个宽度就可以了。如果今天我分的特别的宽，然后呢，我们在高角度，然后呢，我们再做一个饱满向内卷，你就会发现，你看放下来，可能饱满的地方是 OK 的，可是2侧是不是它就会增宽了？因为我们这个位置的头发烫完了以后，它不会很乖很听话，就是在这个位置，它一定会四处去跑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这个位置也是只能是分1个杠子1半的位置，然后呢，通过高角度提拉再这样卷，那这样的头发既不可以跑到这个侧面来，同时呢，它不会宽。好，也是一样的啊，我们半个杠子的分区，然后呢，我们选择长方形的发片分区啊。你在这里尽可能不要分这种片状的。如果我们分片状的发片，然后我们再去烫的时候呢，你后面会发现，不管是高角度也好，还是中角度也好，还是低角度也好，这个卷呢它就会聚在一起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整个后面呢它就会有很明显的堆积，本来头发就多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在这个位置一定要规避啊，规避这个结果。所以我们要尽可能分长的分区，通过高角度的提拉，然后呢，我们再去烫的完了以后呢，这个头发散下来的时候，这个卷啊它会滑得比较自然。过度的也会比较自然，它也不会有明显的堆积。如果我们的烫发烫出来有明显的堆积，那本身你这个发型的给人的感觉就已经很成熟了哈。我们在整个后头部呢，我们也是烫头发呢，选择它的圈数是1圈半哈，因为今天整个头发呢，我想要表达的就是一个 C 型自然的纹理，所以我们不需要烫得特别的卷。当我们的杠子换大了以后，你这个1圈半呢上的药水肯定就会多哈。如果你遇到的客户头型比较平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你们的这个药水是可以上到发根，没关系的哈。但是杠子呢，我们还是要选择大1号的杠子，垂直中间的角度去提拉，不要垂直上点，也不要垂直下点，垂直我们中间选择1号杠，然后呢向内卷，好1圈半，然后呢我们直接顶到根。那这样呢，我们整个后区就已经结束了。来到我们侧面的这个位置，侧面转角呢是我们头型最宽的位置，那这里呢我们就要去收了。所以呢，延伸我们后半部分的这个长方形的这条线，继续往下滑，然后呢再往前分一个什么呢？分一个正三角形，甚至呢我们可以把我们剪的那个去除跟堆积分开，要选择45度的提拉方式，45度去提拉，然后呢我们烫1圈，好，尽可能的抹匀一点点。然后呢，我们要高角度的去提拉哈，同学们注意看了，高角度的去提拉，垂直，梳子放垂直，然后呢90转90，这样的目的是什么呢？让我们上面的头发呢掉到下面来，让我们的下面的头发呢掉到上面来，让我们的头发烫的是在一个位置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的卷度呢能够有一个收紧的动作哈。如果发片有头发掉下来就掉下来，我们不需要去管它。比如说这个位置它已经有掉下来，卷不到了，那我们就不用管它，让它自然的垂落。一样的哈，相同一定要看到什么呢？我们这个杠子是竖着的，不能是横着的。如果你的转角的位置看到的杠子是这样横着的，也就意味着你的转角会更宽。同样的，延伸我们后面这个杠子的这条线，然后呢，把我们整个剪去除的和堆积的地方，我们把它分隔开。自己的头发呢也是往前带，低角度去上药水。然后呢，我们通过高角度的提拉方式，选择烫1圈。只有1次的机会，所以我们呢尽可能要多练习、多熟练，然后在真人头上去用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很快速啊。垂直向前梳，梳子现在是垂直的，然后呢90转90，把高的地方去压低，把低的地方去抬高，然后呢选择我们的冷烫的2号杠，向后去卷，
那为什么要用这个手法呢？就是因为我们前面已经选择了反卷了，如果在这个位置我们还低角度的反卷，那很容易前面会翘起来，可能也后面会翘起来。所以一个头发上尽可能过多啊，有反卷是 OK 的，但是不要反卷过于太多。那同样的，这3个杠子放到这个后面来，你就会发现，从前面看前面是直的，然后呢从后面看后面也是直的，那两边都是宽的，所以我们尽可能杠子要竖着就可以了。好，来到我们的后半部分也是一样的，这个地方呢延伸也是一个杠子1半的这个宽度，然后呢把我们的堆积的那个部分的头发呢，我们都把它梳起来。注意了，很多时候呢我们在这个位置啊，同学们都喜欢低角度去做这个杠子的卷发。其实这一撮的头发呢，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你要很清晰，这一撮头发的目的就是做直发跟卷发的一个过渡。你角度越低，那你肯定是过渡越不好啦。所以我们要角度高，你角度越高，是不是过渡就会越好？同时我们选择2号杠向内去卷，然后呢烫半圈就可以了。高角度烫半圈，大号杠，那我们的过渡呢，它就会比较柔和，它就不会突然间这里有一个棱，有一条线的样子。好，那这样呢，我们整个后头部的排杠已经完成了，来到这个小侧面，就小鬓角的地方，在这个位置呢，我们就尽可能不要选择杠子去卷了啊，因为如果选择杠子的话，这里不管我们怎么卷，其实很大的均力还是容易把这里烫鼓起来。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选择用棉子的方式来操作，烫的位置呢，可能连半圈都没有哈，也就是发尾的一点点就可以了。把我们那些长的，还有边缘的地方，或者是很直的地方，我们都要尽可能的去卷到。选择用这样的棉子去卷，角度一定要尽可能的去低，然后呢，我们包住，这样扯一下，然后呢，往上去扭。圈数大一点点啊，因为我还是希望这个位置不要过于的太卷了，所以我们的卷的圈数呢要大，不要小。只有当我们需要特别卷的情况之下，你是可以卷的小一点的哈。这个位置呢，我们也可以根据自己需要的结果去变化它卷度的大小。但是，这个位置不可以不卷哈。这个是短发、烫发呢，就是必备的这些小细节，我们要尽可能的做好做对。都是往前卷的，因为我们本身这个位置的头发呢，都需要它往前扣，往耳朵的方向扣。如果这个位置我们往后卷，就像我们剪头发一样，把这个位置呢又把它剪缺了，那是不是就得不偿失了？所以我们在排杠的时候，你尽可能要思考的是，我们如何还原结构的轮廓型，如何还原结构的比例，如何还原结构的美，如何还原结构的质感，对吧？那这样的话，我们的烫发自然而然就会比较漂亮了。好，这里呢我们都是往前卷的啊。好，结束。好，现在我们的模特已经冷了10分钟了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要去拆杠检查。那一般拆杠呢，我们就先拆我们最后的一个杠子，我们把它，拆杠去看一下。然后呢，我们要准备一把梳子，然后呢去梳一下，宽齿梳、密齿梳都是 OK 的，没有问题。然后呢，我们去抖一下。抖一下以后呢，我们要去检查我们这个卷度的自然回弹力。如果这个卷度的自然回弹力是你想要的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已经软化可以了啊。好，我看现在这个卷度回弹力还不错啊，是我们想要的。那现在呢，我们把它还原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再检查一个前面的这个副刘海的这个杠子。一样的，也是先拆掉它，然后呢，我们也是去梳一下，一定要看得到它是一个顺着，然后慢慢的飘过来的这样的一个卷度，那我们就可以了。可以看到啊，去抖一下 ，OK。那这个样子呢，就是我们想要的。那我们接下来呢，就可以定型了。这个检查的这一步啊，我们必不可少，不能够凭感觉去烫这个头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家的药水、发质什么的都不一样，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法，但是呢，我们一定要结合自己的素材，相对的去运用，这样会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开始定型。定型呢，我们只需要打透就可以了。棉子的地方呢，我们也可以一会儿定的时候呢，先拆也是 OK 的哈。具体的看你们要的效果，这只是一种方法。
好，现在我们的定型水呢已经打完了，然后我们等10分钟以后再看结果。好，现在我们的定型呢已经结束了，我们现在呢来拆杠。棉子的这个地方呢，我刚才有先拆掉哦，就是在定型的过程中呢，我们可以把这个杠子也先拆掉，就都可以的哈。具体的话看你要的程度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去洗头，一会儿再见哦。这个呢是我们刚刚烫完的一个结果哈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自然梳顺。怎么样去检查我们的头发有没有烫好呢？需要看几个地方啊。第一个，我们需要检查的地方是在我们正刘海的这个位置，把所有的头发呢，我们都夹在后面。我们一定要从侧面可以看得到，这个位置呢，它是一个拱起来的卷啊。相信你们从视频中可以看得到，它是这样拱起来的。哎，那这个位置呢，那我们就是 OK 了。然后再来到我们的副刘海的这个位置，一定要贴着，慢慢的向后去收。你有看到它是不同的，因为这里是收的，这里是拱的，这里是拱起来，这里是贴的，然后慢慢的这样飘过来的一个纹理感。然后第3个地方是哪里呢？就是我们耳朵的这个小鬓角的地方，小勾勾的地方，一定要看到这个地方它是勾的啊，往前勾，同时是贴着往前勾的才可以。那第4个地方是哪里呢？是我们这个后转角的区块。然后呢，可以看到直的，然后呢往后的一个纹理感，哎，这样，那我们这个头发呢就已经很好看了。好，来到另外一侧，我们也一样，检查这几个地方，副刘海的位置，可以看到直的，然后呢慢慢的贴过来，然后呢再到我们小鬓角的地方，微微的向前勾，然后呢再来到我们转角的位置。好，直的，发尾向后走，那这样的烫出来呢，就是结合我们头发的双重流向。只要把这几个地方烫好，那你的头发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现在正式把它吹干一下。吹干之前呢，我们要去打一点点湿发的精油也可以，或者是我们湿发的发泥也可以哈。然后呢，打半个指甲盖这么多就行了，不需要太多。然后抹在手掌心，我们呢把它搓匀，涂在这个发尾上，所有的发尾我们都要去涂抹一下。那这样的目的是什么呢？这样的目的就是给我们的发尾呢再施加一点点的重量啊，只涂在发尾，其他的地方我们不要放。那这个头发呢，其实我们也可以做一个湿发造型哈。平时我们可以把它微微的分开，比如说在我们的抖音上，我们可以看得到很多这样的类似的卷发的造型，也是非常好看和哇塞的啊。哎，这样类似的，然后呢，我们去做一点点线条，这种呢就是湿发的呈现。好，抹完了以后呢，我们开小风。中温小风，慢慢的去吹干，因为吹干呢，它是一个自我检查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尽可能在沙龙里面呢，就是尽可能还原卷度的样子。如果我们在吹干的过程中发现哪里有一点点问题，我们可以马上再调整。吹干呢，我们也比较简单，然后呢，先吹我们下半部分的那个位置。先吹这个下面的边缘。我们不需要用手，我们去模拟一下客户自然把头发拨开、拨松会吹干的样子。夹在耳朵的后面，来到我们的后
始呢，我们就左右的拨，左右的吹就可以了。刘海的地方我们上下吹就可以了。整个头型都吹干。在家的样子。好，那这个呢，就是我们自然吹干的一个大概的样子哈，它只有一个自然的纹理。冷烫嘛，都是越吹干的时候呢，它卷度它就会慢慢消失。虽然我们吹干了以后呢，它是有点直的，但是呢，大家可以仔细看啊，就我们梳了以后，这个头发的发尾其实还是要有流向的。如果我们吹干了以后，这个头发是完全是直的，那也就意味着我们烫失败了啊。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还原度啊，其实还是比较 OK 的。如果我们的客户啊，他年纪比较大，其实我们点到这个时候把底线收一收就已经 OK 了。可是如果他是比较年轻的客户，那现在这个头发整体的发量还是有点厚，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发量呢再调整一下。好，我们从侧面开始，也是一样的，上下分2层。先把我们这个小鬓角的地方呢，我们去调整一下。我呢会选择10%的牙剪，然后呢真正打到我们发尾的地方，因为刚才我们打薄的时候呢，并没有做这个发尾哈，整个发尾其实还会有点硬。
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再去调整发尾。那干发的时候，我们再去调整发尾呢，就是它会得到一个很好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我调到什么度我看得见，是不是啊？同时呢，我们这个位置的头发呢，它也就不会再翘了，也就意味着我现在调整完了以后，这个头发它已经不会翘了啊。我把发尾调整了以后呢，把我们这个头发自然的夹在耳朵后面，然后呢，用牙剪打一下。把这个小鬓角呢，我们做的再自然一点点啊，因为刚才的那个小鬓角呢会有一点点厚，这时候我们再把这个小鬓角做的自然一点点就可以了。好，同样的，我们后头部这个转角的位置呢，我们再去调整发尾的地方。这时候呢，我们的眼睛就很重要啦。比如说，我看哪里厚，我也可以调整，对吧？比如说比较厚了，那你就调整发中；如果你觉得发量都挺合适的，那你们就调整发尾的柔和度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的上半部分也一样。好，大家可以看得到，它很顺，很有光泽，很有质感，慢慢的向后走，像我们做完吹风的那个感觉就可以了哈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客户烫短发，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，而不是要有很多很多的卷。当然了，也不是说这个头发不可以卷哈，如果你喜欢卷的，你湿发它就会比较卷。好。一定要用手去撸，撸了以后一定要看得到，不要有齐的那种印子就可以了。好，前面刘海的位置呢，我们并没有去打薄，刚才我们在烫之前没有再打薄，所以在这个位置我们用牙剪去做。如果你收费的价格比较贵，那你们可以用点剪，慢慢的点哈，就是小点剪，慢慢的搓，也是可以的。哎，那。我们前半部分呢也不需要太薄，就是隐隐约约看得到皮肤就可以了。因为这个时候我打得很薄，可能我客户回家他就不是很好打理，所以尽可能我们都要想一下，客户回家他能不能好打理，这样剪能够帮助他的结果是什么，这很关键哈。因为其实我们所有做的一切都是在为客户而服务。那客户为什么要做烫发呢？其实也就是一个目的，想要回家更好的、更简单的打理方式就可以了。好，那这样呢，我觉得这个头发呢，就整体的厚薄度就已经差不多了哈，前面的也差不多了。前面的只要你们放下来看这个发尾，不要有那种齐的感觉，很重的感觉就可以了。好，另外一侧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在调整呢，你就会发现一个问题，其实现在我们去看，可能这个头发的体积还会有点大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已经卷了嘛，它有一个弧度，不管我们怎么去烫，那这个体积肯定是比直发呢稍稍的来得宽了一点点的。但是你会发现，通过我这样的调整了以后，你就会觉得，哎，这个体积好像又小了不少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我们不单单是用卷杠的方式来收，我们最后的调整方式也会比较重要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鬓角，你看它就很齐，它虽然也勾，它虽然也还不错，但是它不是那种最自然的状态，全部往后，然后呢，我们选择一个牙剪啊，然后呢往后带，把这个小鬓角呢去处理一下，哎，那这个时候呢，跟刚才那个这个会比较柔和一点点。好，这一层再来。打真正发尾的地方，可以看到这一层的头发，你看拉起来，整个头发都很厚实。因为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刚才就打了发尾的1/3处。好，我们再用手去撸一下，千万不要用梳子梳哈，尽可能我们用手去撸它。好，来到我们头顶的位置。头顶的位置就只能打发尾了，因为刚才头顶的位置我们做了大概有1公分的那个薄度跟短度的头发，是不是啊？那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动感期，其他的地方我们就不要再破坏它的这个厚薄了。如果其他的地方我们在这个位置还要打得很薄，那你整个头发它的质感会丢失。好，所有的头发我们只做发尾。好。那这样呢，这个后头部整体来说就已经可以了，然后再来到我们刘海的位置。刘海的位置呢，这个位置你看这边呢，相对来说发尾就有一点点齐了，所以我们把发尾去做一下。
不管你怎么收费多少的价格哈，就剪前面的刘海，我建议大家尽可能用牙剪去做，啊，10%的牙剪去做，因为这样会比较安全，然后呢又很快，对吧？得到的结果又很柔。有时候我们做点剪啊、划剪啊，或者是挑剪啊这些，有时候你一不小心你就会把这个刘海啊，它做的什么？它做的就是相对来说会缺了一点点啊，或者怎么样的一点点啊，这是非常可怕的。因为在刘海这个位置，我们不允许出错哈。因为客户看得见的地方，你容不得有一点点瑕疵。如果我们有一点点瑕疵，那也就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这个头发的丝板，因为它很明显，看得到，柔柔的，有点间隙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这个前面就已经结束了。好，这时候呢，来到我们的后头部，整个后头部，你看。虽然说我刚才已经用结构去掉和打薄去掉了多少，可是呢，这个后头部的头发还是很多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再来最后一次去调整，拉起来，打发尾的1/3处。可能我们在湿发的时候，你觉得老师会剪的有点多，其实你看现在吹干了，你就会发现，包括我们提拉起来这个发片，你就会发现，其实我们并没有剪的特别多啊。好，两边也是啊，就过渡的地方我们都打发尾就可以了。另外一侧我们也要调整一下。如果你会发现你的头发这个位置，就是这个纵亮线的地方，你会发现它特别拱起来，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就给大家一个建议哈，你可以打发中的位置深一点点是 OK 的。好，那这个位置已经很薄了，那我们就不要再做了，一定要左右的去梳，梳了以后一定要看得到哦，它好像是没有烫过的痕迹，它好像是自然衔接的那种痕迹，足够自然，那我们这个头发这一层就可以了。这些一会儿把它剪掉，不要啊。好，来到我们的上半部分，那我们的上半部分呢就比较简单了哈，发尾，真正的发尾挑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后头部这个位置的1/3处你就不要再做了，尽可能去避开我们刚才已经打薄过的地方，只做真正的发尾的位置。把它的柔和度去增加就可以了。像这种的时候都不用要哈，这个时候都不用要。那你说不要就开始不要。对，哦，那我下次告诉你一下哈。我们一定要左右的去拨一下，去看一下这个头发到底还有没有一些硬的、厚的，地方。好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调整的差不多了。好，这时候呢，我们来调整一下最终的这个底线的比例。好，头微微的向前低。也是一样的哈，用10%的牙剪在这个位置呢去调整。我们的底线在剪的时候，剪结构的时候一定要切记，不要剪得太短了。当我们的底线越短的时候呢，这个头发的横梳啊，它就会越被压低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是一点点容错率都不可以有。所以我们在剪的时候，你的底线可以略微的长一点点。那这样的话，你2次在调整的时候，它不会容易出现太大的误差。好，我们一直用牙剪把这个底线切好了以后，两边对称了以后呢，我们选择一把胖胖剪啊，一把胖胖剪，然后呢再梳一下，看一下我们过渡的地方是不是还有一些没有过渡好的。如果还有，那我们就继续把这个发尾呢，我们把它划一下，左右的去梳理它。这边再来一下。好，
好，那这样呢，我们整个后头部呢就已经整体来说都结束了啊。好，我们把碎头发吹干了以后呢，现在这个形态呢，其实是我们客户最喜欢的一个形态啊，其实有一点自然的、健康的质感的纹理感。不管我们是想要体现湿发，还是想要体现干发，我给大家一个建议，就是第一次烫完以后，我们尽可能都要吹干，然后呢，我们把细节调整好。那这样的话，我的客户就算他回去今天是湿的，他一样很好看，他吹干也依然很好看。同时呢，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，你的结构如果能够把头发减小，那就结构减小；结构如果减小不了，再用修饰。我们不要想在剪头发之前一定要有一个概念，就是哎呀没关系，我可以剪重一点，最后我再用修饰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整个头发的还原度它就没有了。因为我们国内的这个客户啊，他其实跟别的地方是不太一样的。我们做任何的东西还是要结合什么呢？结合我们的市场，结合我们的客户，而得到这样的结果哈。好，那这样的话，我们打一点点精油。如果我们的客户很喜欢打理一点，如果我们喜欢拍摄，要打一点东西也是 OK 的。像这种干发的拍摄呢，我们就打精油就够了哈。打一点点湿发的精油，不要太多，在手上一点点。这时候我们的手上会有很多的精油，打在这个头顶的位置，这几撮。把这个头顶的这几撮呢，我们相对来说把它打得湿一点点，不要让它太干燥。只是头顶的位置啊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如果手上还有很多，我们先打下半部分啊，先打下半部分。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些地方呢，我们再把它打干净一点点，让最多的精油去把我们宽度的地方再收紧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的手上只有一点点了。这个时候就打中部的发尾，中部的发尾。像这种东西呢，就是像这样的打法呢，就是我们的拍摄会比较好拍哈。它既有湿发的纹理感，又有干发的纹理感。让我们的头发看上去呢，它不会什么，不会都是一样的质感。如果我们打的精油过多，这个头发呢，它就会看上去很死板、很呆板，对吧？如果我们打的太少，那线条感呢，它又会丢失。这样的打理方式，然后呢，我们再到镜头，你要拍照的时候，我们再去打理一下就可以了。我们也可以用梳子来打理，把它梳一下。然后呢，我们需要调整的地方，我们把这个纹理调整一下。然后呢，这里要拉起来就拉起来。这个边缘的地方，我们隐隐约约看得到一点点皮肤。然后呢，这个小鬓角的地方，我们呢，把它抓一下。那像这样的视觉呢，就很好拍照了。好，另外一侧也一样。好，这侧也一样，也是一样的。我们可以梳一下，然后呢，手拨一下。然后呢，夹在耳朵的后面，好，这样的一个小视觉。然后呢，我们在这个位置把它拉起来一点点，前半部分的头发我们也要拉起来一点点几丝，这样的话我们的视觉可以得到一点点平衡。OK， 那你看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用手机去拍摄就已经很好看了啊。好，那这样呢，我们这款烫发就已经完成了。它不是很个性，它也不是很特别，但是呢，它很生活，它很商业，它很落地。好，希望对你们会有帮助。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